我在工地对面的面馆吃了2元，招牌上明明写着20元无限续面，但是当我端着空碗去让老板续面时，却发生了让我意想不到的事。老板娘，麻烦给续一碗面。你还想要续面？当老娘开善堂的吗？臭打工的饿死鬼！看什么看？吃不起就滚蛋！老板娘，你这太过分了吧！算了，我们走。但在当天下午，我直接以工地负责人的身份发了一条视频。明天起，工人食堂正式开放，5元无限续面续饭。次日，当刘翠花看着几百号工人冷漠走过她的面馆，那张原本嚣张的脸转为无尽的慌。我叫林远，是建筑院派驻到这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的负责人。为了方便每天下基坑、爬脚手架、查验钢筋，我从来不穿衬衫西裤。1年4季，我都套着一身沾满灰泥的迷彩劳保服，脚上踩着一双劳保胶鞋，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丢在人堆里，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泥瓦匠。自项目开工，我常去对面的好运面馆吃午饭。老板娘刘翠花外号刘算盘，经营势力，她打着20元管饱、无限续面的感人招牌，实则套路满满，手腕有肉末，续面却只有可怜的白水面，还会被她恶毒辱骂，饿死鬼投胎。农民工干着重体力活，为省时间填饱肚子，只能忍气吞声。作为项目负责人，我常自掏腰包在这订几十份打包单，绝对算大主顾。我天真的以为这么照顾他生意，彼此算有交情了。直到今天中午12点半，正是工地放饭的高峰期，我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双腿走进好运面馆。因为图纸的一个承重参数临时变更，我熬了2个通宵，只喝了3瓶矿泉水。现在的我饿得连眼睛都在冒绿光。老板娘，1碗油泼面，多放点辣子。哎。老板娘，干嘛？要算自己拿。那个，麻烦给续点面。今天熬了2个大夜，实在太饿了，麻烦您这次稍微多添1筷子。你还想多添1筷子？你个臭打工的，怎么不把锅端走啊？你当我是开善堂的啊？这老板娘也太不讲道理。是啊，太欺负人了。20块钱，你吃了1碗又1碗，1碗又1碗。你以为面粉是大风刮来的？你以为煤气不要钱？你们这些臭打工的，是不是真当自己是城市建设者了？是不是觉得写了无限续面就能逮着我这一只羊往死里薅？我告诉你，老娘不伺候了！嫌没吃饱，你滚去5星级酒店吃啊！跑我这苍蝇馆子装什么大爷？整个面馆死一般的寂静，几十个工友全都停下了筷子，齐刷刷看向我，有震惊、同情、愤怒，也有人低下头装没看见。我只是想吃饱饭而已。我吃了你家2年的面，我帮你们店买过几千份的打包单，我就这么下贱，连按照你自己定的规矩多吃1口面条的资格都没有。看什么看？你个穷打工的，吃不起就滚！你干什么？欺负人是不是？别冲动，坐下。我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落荒而逃，只是低下头，抽出纸巾，把胸口油渍擦干。钱包收款20元。哟，给钱还挺痛快，大伙儿都瞧见没？这穷光蛋就是个天生的软骨头，老娘把泔水泼他脸上，他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还不是得乖乖掏钱认怂？呸！活该你一辈子在泥地里当个臭打工的。明天你要是再敢来，老娘连洗碗水都卖你15块。老板娘，你的面以后没人会吃了。我没有等他有任何反应，转过身推开面馆那扇油腻的玻璃门，走进了正午刺眼的阳光。回到工地，我直接去了工人们休息的活动板房。林工，您受委屈了，那个老板娘太欺负人了。林工，只要您一句话，我带几个兄弟去把他的摊子砸了，大不了我们进去蹲几天。对，砸了他。对，砸了他。砸了他，然后呢？你们去拘留所，家里的老婆孩子谁养？为了这种人搭上自己的前途，值得吗？老魏，我问你个事儿，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嫂子以前在老家县中门口摆过炒饭摊，手艺特别好。是啊，你嫂子那手艺没得说，炒饭、大盘鸡、炖排骨，绝活。这不是跟着来城里没本钱开店吗？天天在出租屋闲得发慌，还总觉得拖累了我。那大旺呢？你老婆是不是以前在饭店后厨切过墩儿？对，刀工好着呢，做大锅菜也是一把好手，现在也闲着呢，天天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省钱。
300多人的工地，至少有30-40个家属跟着来了这座城市。他们大多勤劳、朴实、有手艺，却因为没有学历、没有本钱、没有门路，只能在城中村的阴暗角落里虚度光阴，为了几毛钱的菜价和菜贩子讨价还价。而他们的丈夫却要在外面受刘翠花这种人的白眼和羞辱，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我的心里那股被压抑的怒火，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宣泄口。我不是一个喜欢计较的人，在职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早就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不发泄不代表不愤怒。刘翠花那一盘面汤泼的不仅是我的衣服，更是普通打工人的尊严。她践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底线。如果我今天忍了，那么明天就会有成百上千的老魏和大旺为了省那几块钱，继续去他的面馆里看他的脸色，吃他锅底的泔水。我需要做点什么？老魏、大旺，还有兄弟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不在外面吃了。我出钱，算我入股，把嫂子们都叫过来，我们自己在工地里开一家工人食堂。林公，您说真的？可是开食堂要钱、要办证、要找地方，我们这群大老粗什么都不懂啊！钱我出，地方我来批，至于手续，当然也是我来办。我直接拨通了建源后勤采购部老李的电话。对，全套不锈钢商用厨具、双开门大冰箱、猛火灶都要现货，不用走院里的账，我私人全款加急，下午3点前必须送到西三门。叫几个手脚麻利的兄弟，把西门那片废弃的空亭评出来，搭个防雨大棚。另外，给嫂子们打电话，让他们带上家伙事儿，现在就过来。哦，好。不到半个小时，7、8个常年窝在城中村出租屋里的女人局促地走进了工地。林公，老魏说您要我们在工地做饭。王嫂，这是前期的采购款，从今天起，你们就是这个食堂的主厨。我不要求别的，就2条：第一，肉要管够；第二，绝对干净。你们以前都是干过餐饮的，手艺我不怀疑，放手去干。缺钱缺东西随时找我。咱们不仅要让兄弟们吃饱，还要让他们吃得有尊严。林公您放心，这活儿要是干砸了，我把脑袋揪下来给您当球踢。王嫂麻利的分工，带着其他人推着小3轮车直奔大批发市场。下午3点，2辆重型平板卡车准时停在西门。锃光瓦亮的商用厨具被工人们喊着号子卸了下来，接水、接电、安装排风扇，300多个大老爷们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干劲。不到2个小时，一个干净、宽敞、设施齐备的露天大食堂就拔地而起。我站在2楼的脚手架上，冷眼俯视着对面的好运面馆。刘翠花正坐在门口嗑瓜子，盘算着明天怎么羞辱我们。我甚至能看到她往那口熬煮了一上午的浑浊大铁锅里，又倒了半桶不知从哪接来的自来水。第2天中午12点，刘翠花站在那口散发着馊味的大铁锅前，手里拿着漏勺，正伸长了脖子往工地的方向张望。然而12点半了，马路上连个鬼影都没有。刘翠花脸上的得意终于挂不住了。他烦躁地扯下毛巾，迈着粗壮的双腿穿过马路，做贼心虚般的来到了工地那扇紧闭的绿色大铁门前。他把脸死死地贴在铁门中间的缝隙上，瞪大了眼睛往里看。下一秒，我清楚地看到他整张脸都被气到扭曲。透过门缝，他看到宽敞明亮的大棚和堆积如山的红烧肉，300多个农民工正满嘴流油，大口吞咽。好啊，你们这群穷鬼竟然自己开火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好运面馆大酬勤，买1碗送1碗，便宜实惠啊！这招骗到了20-30个路人和隔壁小工地的工人，但他们端到的依然是清汤寡水的馊面汤。老板娘，你这面里怎么连点油腥都没有，还有股酸味儿？20块钱1碗面，你还想吃出楼肉来呀？啊，爱吃吃，不吃滚！别占着老娘的座儿！一群穷打工的，事儿还挺多。那工人被骂得满脸通红，只能憋屈的扒拉烂面条。我站在2楼脚手架上，看到发生的这一切，去到互助食堂，拿出手机拍下互助食堂肉香四溢的视频，配上5元无限续肉的文案，充了2万块同城流量推广。兄弟们，别吃这泔水了，对面大工地的食堂对外开放了，5块钱红烧肉管饱，无限续。真的假的？5块钱吃肉？视频里拍的清清楚楚。走走走，谁他妈还在这儿受着窝囊气？呸！做的什么玩意儿？喂狗都不吃！哎，你们干什么？还没给钱呢！你们这群穷鬼，抢劫犯！抢老娘的生意，断老娘的财路！姓林的，你个臭打工的穷货，竟然敢这么搞我！你们这群饿死鬼，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林工，
整整3天了。自从咱们食堂开业，刘翠花连1碗面都没卖出去。老魏，我刚看他在焦躁地走来走去，看起来像是没憋着什么好屁。该死的穷鬼，敢断老娘的财路！我太了解这种人的想法了，他们永远不会反思自己的贪婪和刻薄，只会把一切过错推到别人身上。是啊，在他看来，不是他的干菜面汤恶心人，而是咱们搞互助食堂抢了他垄断的生意。他半年房租马上要交，煤气费和劣质肉钱还欠着呢。第二天中午12点，互助食堂依旧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但就在这充满温情的当口，几道极其刺耳的警笛声突然像尖刀一样撕裂了工地的平静。刺耳的刹车声在门外响起，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绿色大铁门被人从外面推开，几辆印着市场监管等字样的执法车闪烁着爆闪灯开进工地。好几个穿着制服、神情严肃的执法人员有序下车，径直走向打饭窗口、就餐区和后厨区域，开始进行现场初步勘验。师傅们，打扰大家用餐了，麻烦后厨先暂停一下加工和售卖。大家不用惊慌，我们接到了群众的实名举报，依法过来对这里的食品安全和经营资质进行例行核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盆零下10度的冰水兜头浇下，原本喧闹的食堂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后厨大铁锅里还在咕嘟咕嘟冒泡的炖肉。年轻刚进工吓得手一哆嗦，刚打满饭菜的不锈钢碗掉在地上。工人们大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工，哪里见过这种3局联合执法的阵仗？食品安全无小事，事关大家伙的身体健康。我们今天过来，也就是做个合规合法的例行核实。大家放心，只要你们的相关手续齐全，卫生达标，食材来源正规，我们绝对不会打架工人们的饭碗。我们是来规范市场的，不是来找茬的，请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就行。哎呦喂，吃啊，怎么都不吃了？昨天不是吃的挺欢吗？不是还发视频显摆吗？领导，您看看，连个营业执照都没有，就在这儿支口大锅煮猪食儿。你们闻闻，这肉肯定是死猪肉，用的全是从地沟里捞出来的浆水油。你们还真以为自己配吃红烧肉了？我呸！尤其是你，你个臭打工的穷货，还敢带头搞互助食堂，还敢断老娘的财路！昨天我就警告过你，嫌没吃饱滚去5星级酒店吃，你非要在这装大尾巴狼，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是个干苦力的！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得罪我刘翠花是什么下场！领导，快查封他们，把这个带头的穷鬼抓起来，罚他个倾家荡产，让他去牢里吃红烧肉吧！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既然你非要把事情做绝，把底层的路堵死，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老魏，王嫂，别怕，咱们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领导们是来秉公执法的，又不是来当土匪的。领导您好，我是建院派驻这个项目的结构负责人林远，也是这个工地互助食堂的实际出资人和负责人。林负责人你好，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说你们这里属于无证经营的黑作坊，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按照规定，我们需要核查你们的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现场卫生情况，请你配合。领导，你别听他吹牛，什么负责人，他就是个在工地上搬砖的穷鬼，他能有什么资质？他要是能拿出营业执照，我刘翠花今天就把这口铁锅生吞下去。林工，你要的东西。这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这是消防大队出具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这是我们项目部向住建局和所在街道办联合备案表，还有食堂人员的健康证。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肯定是办的假证，街头电线杆上50块钱1张那种。这位阿姨，请你退后，不要干扰我们执行公务。证件真伪，我们用系统一扫就知道。钟队长，这份是我们总工会为了保障一线建筑工人权益特批的文件。我们这个食堂是非营利性质的内部互助机构，所有流程不仅合规，而且合法。林工，你们建院做了一件大好事啊，证件齐全，完全合规。太好了，完全合规。这怎么可能？他明明就是个穷打工的。资质没问题，接下来查现场。刘翠花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查后厨，他们肯定用的是地沟油，那肉肯定是发臭的死猪肉。队长，后厨检查完毕，不锈钢厨具全部经过高温消毒，生熟砧板严格分开，防蝇防尘设施极其完善。说实话，这卫生标准比外面很多星级酒店的后厨还要干净规范。这是他们采购食材的票据，粮油、肉类、蔬菜全部来自本市最大的正规农贸批发市场和大型连锁超市。
每一批猪肉都有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地沟油和死猪肉。这是后厨7位工作人员，包括王嫂在内的健康证原酱，昨天刚从市疾控中心体检办下来的。刘翠花是吧？你不仅涉嫌恶意拨打政务热线、虚构事实报假警，还严重浪费了我们3个部门的公共行政资源。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治安法。领导，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是一片好心啊。是不是好心？你跟执法人员去解释吧。钟队长，既然各位领导今天是来查食品安全的，我作为本市市民也想实名举报一家餐饮店。第一，店主刘翠花本人及其雇员长期未在店内悬挂健康证。第二，该店长期使用变质发酸的劣质肉类，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后厨蟑螂老鼠横行。第三，该店长期将熬煮过度的泔水面汤重新售卖给消费者。各位领导刚才也看到了，他对地沟油和死猪肉的门道这么清楚，想必是经验丰富。还请各位领导移步对面，秉公执法，查个水落石出。你血口喷人，你这是打击报复！是不是打击报复？查一查就知道了。一中队突击检查。不要啊！不要啊！领导们听我说，这是误会呀！冰箱里这些发绿的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进货证证？这口锅底下的3水馊成这样了，还在用。健康证呢？拿出来！过期8个月了，你还在营业？刘翠花，经查实，你的面馆存在严重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健康证过期，食材来源不明。现在依法对你下达停业整顿通知书，并处以2万元人民币的行政罚款。同时，关于你恶意构陷、浪费公共资源的问题，我们将移交辖区派出所进一步处理。2万！老天有眼啊！真是老天有眼！刘翠花，你不仅拖欠了2个月的房租，现在还被查出食品安全问题，连累我这商铺的名声都跟着臭了。以后谁还敢租我的房子？限你3天之内把那些破铜烂铁给我搬走，马上滚蛋！力哥，你不能这么绝情啊！我可是交了半年的押金啊！你把我赶出去，我吃什么喝什么呀？押金？那是违约金。你搞出这么大的丑闻，没让你赔偿我的名誉损失就算客气了。3天后你要是不搬，我就叫收废品的来清场。他这些年从农民工碗汁刻下来的每一滴油水，最终都化成了反噬他的毒药。但我知道，像他这种人，在没有彻底咽气之前，一定会疯狂地反咬一口。他绝对不会认为是自己的贪婪害了自己，他只会把一切的怨恨都算在我的头上。虎子，姑妈这次可是被那个姓林的小子往死里整了，他断了我的财路，我也绝不让他好过。姑，你想怎么搞？打断他一条腿，这价钱可不够啊！哼，打人犯法，姑妈能让你去冒那个险吗？他不是搞了个什么互助食堂，标榜自己干净卫生吗？你今天半夜翻墙进工地，把这些给我扔进他们存放蔬菜的库房里。我靠，姑，你这也太恶心了吧！这怎么还有死老鼠和蟑螂？恶心！我要的就是恶心！我要让他们全工地的人都吃出病来！我要让他那个破食堂彻底关门大吉！强哥，是我，好运面馆的刘姐。对，我这儿有个大猛料。西三环那个100亿项目工地有个无证经营的黑作坊，里面脏得要命，连死老鼠都有。你今天中午带着直播设备过来，只要你在他们打饭的时候冲进去，把那些死老鼠翻出来直播曝光，全网肯定炸锅。行啊，刘姐，不过规矩你懂的。如果事成之后逼着那个负责人赔了钱，赔偿金10万起步，拿到钱咱们5-5分成。姓林的，你不是能耐吗？你不是证件齐全吗？我看你今天中午怎么当着全网观众的面把死老鼠咽下去！林工，您看这个画面虽然是黑白的，但在红外夜视镜头下，清晰的连人脸上的毛孔都能看清。这是西门围墙的死角。对，就是这个黄毛避开探照灯，摸到了存放蔬菜的库房，他用撬棍撬开了门。简直是丧尽天良！林工，
这帮畜生是想毒死咱们全工地的兄弟啊！我这就带人去报警，把那个黄毛抓回来。慢着，抓个拿钱办事的小喽啰有什么意思？林公，您的意思是，黄毛只是个跑腿的，真正的毒蛇还在洞里做着发财的春秋大梦呢。去，带2个靠得住的兄弟，戴上手套，把菜库里那些被污染的土豆和白菜原封不动地搬出来，放在大棚最显眼的地方，上面搭块防云布，别让人碰。是，我这就去办。另外，中午12点半，告诉大门的兄弟，如果看到刘翠花带着拿手机开直播的人硬闯，不要拦，象征性的阻挡一下，放他们进来。林公，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不把门打开，这群狗怎么进得来？既然他们想玩舆论，想玩曝光，那我们就给他们搭个最大的戏台。我要让他们在最得意、最疯狂的时候，当着全网观众的面，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身败名裂。通知兄弟们，中午照常开饭，准备关门打狗。老魏，今天王嫂这油泼辣鸡和红烧肉做的不错，兄弟们吃的挺踏实。那是，林公，你怎么老盯着门口的门看？再等戏开场。开门！快开门！进去里面！家人们，他们把门反锁了，里面肯定有鬼。按计划办，装作拦不住。哎，你们干什么呢？工地种地不能随便进。家人们，老铁们，阿强我已经冲进这个黑心工地了。今天我就冒着被打的风险，带大家曝光这个毒害咱们农民工兄弟的无证黑锅坊。就是这儿，强哥，就是这帮丧尽天良的畜生，他们断了我的活路不说，还给工人们吃死猪肉和泔水。家人们看到了吗？这就是他们的反应，心虚了。你放什么屁？我们这儿干净的很。别动，让他演。家人们，看我发现了什么？他们平时做饭的菜就堆在这里，连个冰柜都没有。大家看好我的镜头，别眨眼。家人们，吐了，我真的要吐了！死老鼠，3只死老鼠，还有活蟑螂在爬。天哪，这怎么回事？你们胡说！这菜早上我摸洗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哪儿来的老鼠？你这个黑心肠的毒妇，还敢狡辩！证据确凿，死老鼠都在这摆着呢。网友们，你们给评评理呀！我刘翠花虽然是个摆摊的，但我赚的都是良心钱。这帮人为了省成本，用这种吃死人的东西给农民工做饭。姓林的，你昨天不是挺能耐吗？你不是拿合规文件压我吗？今天当着全网10万人的面，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赔偿10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用来弥补你抢我生意造成的名誉损失，否则我现在就让强哥报警，让你这个黑心工头去牢里蹲一辈子。要坐牢的。这位老板，你就是负责人吧？你就是负责人吧？面对镜头，面对镜头，面对镜头，你难道不想给全网一个交代吗？交代，我确实应该给全网一个交代。老赵，切大屏。收到，林工。各位网友，既然这位打假狂人这么喜欢探寻真相，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死老鼠到底是怎么长着翅膀飞进我们工地的蔬菜筐里的。大家看右上角的时间，今日凌晨2点，这是我们市建院斥巨资安装的特级红外夜视监控系统，连灰尘都能看清。这个染着黄毛的青年鬼鬼祟祟从西门死角翻进来，撬开蔬菜库房的门，然后从黑色塑料袋里把死老鼠和活蟑螂倒进了干净的土豆里。他转身逃跑时，红外镜头给他的脸来了一个极其清晰的特写，大家看清楚这是谁？那是刘翠花的远房侄子，那个街溜子黄毛，我以前在面馆见过他。奸杀的毒妇，竟然半夜找人来投毒陷害我们！家人们，这可能有误会。老赵，放下一段。时间：今天早上8点，地点：工地外的小巷子口。监控画面里，刘翠花正满脸堆笑地将一个厚厚的红包塞进阿强的手里。刘翠花，你那个死老鼠的手势比划得挺生动啊。10万块的精神损失费是吧？刘翠花，你可能不懂法，半夜翻墙进入工地投毒，这叫投放危险物质罪；勾结无良网红制造舆论，企图索要10万元，这叫敲诈勒索罪。谁报的案？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同志您好，是我报的案。
我是工地的负责人林远，这里有人涉嫌半夜翻墙进入工地，投放危险物质，并且他们勾结网络主播，企图利用虚假死老鼠进行敲诈勒索，涉案金额高达10万元。这是所有的监控录像和录音证据，全在 U 盘里。执法人员同志，我们都能作证，就是这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和那个举手机的男的。对，他们半夜往我们洗干净的菜里扔死老鼠，想毒死我们全工地的人。把人给我控制起来！是。不，我没有！你们凭什么抓我？执法人员同志啊，你们抓错人了呀！我是冤枉的，是这个姓林的穷鬼陷害我。那老鼠是他自己放进去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儿啊？你们不能偏袒有钱人，欺负我们打工人啊！打工人？你克扣工友面条用泔水熬汤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他们也是打工人？你雇人往几百人吃的菜里扔死老鼠的时候，怎么不想想那会要了打工人的命？刘翠花，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人证物证俱在，立刻放手，配合调查，否则罪加一等。放开我！我不去派出所，我的面馆还要做生意啊！那个嚣张的网红阿强早就吓得双腿发软，他连直播设备都没关，就被执法人员戴上手铐。就在阿强被带走的同时，他的直播间屏幕突然一黑，弹出红字：该直播间涉嫌严重违规，已被平台永久封禁。随着警车鸣笛呼啸而去，工地上那股压抑了许久的浊气终于被彻底排空。好，抓得好！老天有眼，终于把这毒妇抓走了。兄弟们，坏人被抓走了，咱们接着开饭。今天林工说了，肉管够。林工大快人心啊！通报出来了，刘翠花因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秩序，被拘留3个月，并处罚款。还有那个翻墙投毒的黄毛侄儿，在网吧被执法人员抓获拘留了。网红阿强涉嫌敲诈勒索，账号全网永久封禁。对面那家面馆呢？房东老李强制清退了，收废品的人连夜搬空，连那口熬泔水的大铁锅都被当废铁论斤卖了。他的饭碗彻底砸了。老赵，这次风波让咱们后厨在网上火了，既然网友关注，我们就把中控室画面接入网络，搞个全透明工地厨房的慢直播，让大家云监工。这招绝了！现在每天几万网友在线夸咱们是真正的良心食堂，说这是对农民工兄弟最大的尊重。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绝对的实力和铁证面前，恶人终将自食其果。扫把星。在拘留所的这3个月里，他每晚都在做梦，梦见自己的好运面馆重新开张，梦见那些农民工再次像恶狗一样排着队来求他施舍1碗面汤。当他气喘吁吁地站在那条熟悉的马路2字上时，眼前的景象却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碎了他所有的幻想。原本的好运面馆现在已经焕然一新，变成了一家整洁的连锁24小时便利店。我的面馆，我的面馆啊！哎，干什么的？别站在我们店门口要饭，影响我们做生意。王姐，是我啊，翠花，我出来了。那啥，李老头把我的店租给别人了，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我去夜市支个炒饭摊儿，等我翻了身，连本带利。滚！谁是你老姐妹？刘翠花，你少来沾边儿！你雇人往工地饭菜里扔死老鼠的事儿，整个西三环谁不知道？我还想在这条街上混口饭吃呢，你赶紧滚，别连累我！刘翠花，你他妈还有脸来找我？上次市场监管局顺藤摸瓜，查到我卖劣质肉，罚了我整整2万块。你再敢往前走一步，老子拿你当猪剁了！林总工程师，您牵头创办的这个工地全透明互助食堂，不仅彻底解决了农民工兄弟的就餐卫生问题，更在全网引起了极大的正面反响。请问您现在的感受是怎样的？我的感受很简单，城市的高楼大厦是这些劳动者用血汗一砖一瓦建起来，
喝水不忘挖井人，我只是做了本就该做的事儿。林工好样的，咱们干活更有劲儿了。给我一口吃的，我错了。林老板，你行行好，给我一口饭吃吧，让我在这里打杂也行。干什么呢？退路，这里不能进。王局，咱们去那边探讨一下下一步建立医疗互助基金的计划。好，林工这边请。对于这种恶毒到了心子里的人，最残酷的惩罚不是痛打落水狗，而是彻底的无视。他终于明白自己那点可笑的市侩算计，在这个男人的智慧和格局面前，简直就像企图撼动大树的皮肤。林工，您猜怎么着？那个恶毒的老娘们刘翠花，昨天被迫编织袋买绿皮净座票，灰溜溜滚回老家了。听张屠户说，他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把手机当了才凑够的。真是老天开眼，恶有恶报啊！是啊，老魏，人还是不能干亏心事儿。我转过头，透过食堂明亮的窗户，看向工地中央。那里，我们市建院设计的这栋地标性商业综合体已经完成了地下室的浇筑，粗壮的钢筋直指云霄，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姿态傲然崛起。阳光洒在每一个挥汗如雨的工人身上，给他们古铜色的脊背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这座城市的明天，属于这些真正流血流汗的建设者们。